一眨眼的時間，3年過去了。街霸6經歷了幾次入坑潮，每年也穩定過一段時間的空窗期。許多新玩家不僅會因為這段漫長的空窗期被其他內容所吸引，導致退坑，也會因為知識量欠缺，導致被許多新人殺招打得小臉通紅，卸載的時候都不帶一點遲疑啊！兄弟，恭喜你又刷到了一條寶藏視頻。今天讓我們一起來盤點一下街霸6裡勸退新人的賴招吧。我稍微按照對策的操作難度排一個簡單的列表，並且附贈上適合新手寶寶的對策方法。不過礙於時長問題，每個板塊我先列出典型的幾個，如果還有遺漏的話，我會留在下一期繼續為大家解答期待早點看到的話，大夥兒千萬不要吝嗇您高貴的小手點讚關注一波哈，也歡迎大家積極留言討論你想要看到的對策。那話不多說，讓我們正片開始吧。先來點開胃菜，就比如是加米的反摇拳、瑪麗莎超人飞拳和肯的大飞腳之類的招式。這種類大飛腳的招式往往分段越低，使用頻率就越高。在街霸6剛開服的 S1 賽季裡，肯的大飛腳就領銜帶隊把這類招式揚名立萬了。尤其是面對還沒有打好基礎的新手玩家來說，就等於是一個白嫖招式。更別說要是別人不懂得幀數，你就可以無限大飛腳輕鬆拿下整場比賽。明明我買的遊戲對吧？我怎麼一點都不快樂呢？那想要對策這類招式也是比較簡單且豐富的。我們先說肯的大飞腳，你只要看到他出動作了，就直接斗氣迸發。在排除偷帧的情況下，肯是無法反制你的迸發的。但是切记，你要是蹦得比较晚的話，還是比較容易对策失敗的。第二個辦法呢，就是垂直跳。我們只需要在中遠距離力回博弈的時候，時不時垂直跳一下，就能很好的限制對手的動作以及使用頻率。畢竟你都跳起來了，是個人都知道，這個時候大飞腳過去很容易出空。那麼一旦空了，怎麼打雀反就不用我多提了吧。加米的反摇拳也是同理。第一種方法我們可以觀察動作，因为這一招的動作變化十分明顯，而且幀數和肯的大飛腳速度是差不多的。剛開始嘗試你就可以多輕攻擊去盯動作，熟練之後就可以嘗試動作更大的招式去截擊它。第二種呢，就是和上一個一樣時不時跳起來一下，邏輯都相同。除非對手具備足夠的反應和對策可以確認你狀態對空的話你可以放心大膽的用，因為專門對空垂直跳的對策呢，都屬於是高階技巧了，新手區沒有人能夠穩定對策的。那超人飛拳的話，是因為具備霸體屬性呢？還是一樣，直跳是其中一種對策。但瑪麗莎飛拳不同的版本速度都不相同，近距離建議偶爾跳一跳或者左右移動的時候呢，預備搓招。距離遠的話就可以直接對空，因為想要用飛拳打到你，就要用更遠的版本，更遠的版本呢速度就會更慢，也就是給了我們更多的對空時間。這種類大飛腳的招式，其實在你對距離有把握的情況下預判性的後呢也能很好的對策的。OK， 繼續下一個殺招呢，我覺得就是布蘭卡的翻滾了。這一招不僅具有很高的迷惑性，重版本被防還十分的安全。面對很多不懂的萌新就會活生生被他的翻滾和滑鏟搞得面紅耳赤。還有他另一版彩虹滾也可以控制方向，也不好判斷。那麼在對局裡橫向翻滾需要記住布蘭卡的輕版翻滾，因為這招速度很快，視覺上收招也快，經常會因為距離合適被人突然一個近身抓頭。所以在對局裡你只管他有沒有出輕版的，一旦出了這招，不管是遠是近，有沒有打中，默認第一時間搶招，就可以很好的限制對手使用這招的頻率了。重版的話除了經防後綠衝接招以外呢，你還可以延遲迸發，大部分情況下都能成功反制對手。但如果說你只是防住了的話就千萬不要發波了因為這個時候無法對布蘭卡造成威脅，反而還會讓你陷入局面的不利，甚至你想做一些大動作，他也能用這招800里回擊。中版本一般是用作趕路或者收尾連段用的，布蘭卡輕版和中版一旦被防就是大雀反，你有很長的時間去雀反對手。至於彩虹滾的話，裸出非常好應對，如果你反應夠快就能在他剛起飛的時候呢，使用空中拳腳去截空。想要保險一點，可以注意力集中使用拳腳對空，或者布蘭卡飛到接近一半的時候呢，後跳攻擊往往也能打到急於近身的布蘭卡玩家，攔防也是其中一個選項。如果他的彩虹滾揮空的話，就會投你一個雀反康，但布蘭卡的彩虹滾一般都是用作連段使用的。當你發現你的對手喜歡高頻使用這招的話，那也請放心把我以上提到的對應方式做好，你的對手呢就拿你沒有什麼辦法了。下一招我要分享的是許多瑪麗莎玩家無腦按中拳的打法，這個在大師之前的排位賽裡應該是許多瑪麗莎玩家高頻使用的招式了。很多新人玩家敗在這兩拳之下說明對輕攻擊連防相關的知識存在一點點的欠缺。分段高一點之後，這種招式都是瑪麗莎迫不得已才會使用的招了。首先，如果我們每次輕攻擊之後總是被他用5MP 雙拳搶招的話，是因為我們一般狀態下的輕攻擊被防都是不利，而瑪麗莎中拳的發生速度是7幀，這個
個邏輯啊就和啃玩家捅下中角是一樣的。我用好鬼舉例，好鬼的下清拳背防是-1，這個時候我們銜接下中拳、下中角這樣的招式，或者前走頭的時候呢，就會被瑪麗莎的中拳無腦搶到，是因為我們下一個動作的發生速度超過了瑪麗莎搶招的幀數，所以才使得被他無腦按到。這個時候啊，我們就可以使用小於7-1的幀數去壓制，就會非常有效的限制對手的動作。這樣的動作我們鋪墊久之後呢，他就不敢隨便亂按了哈。但這個時候，如果他的中拳已經按出來了，處於我們不利的狀態下，我們該怎麼做呢？這裡有一個無腦的方案，就是按照瑪麗莎出中拳 TC 的時候呢，直接戳OD 升龍，只要不是瑪麗莎綠衝輕攻擊或者 OD 短劍啊，都會完美反制對手攻擊。記住啊，只要不是這兩種情況下，都可以完美解決。但這種情況下對策是有一點動態因素的。面對綠衝輕攻擊都還好，因為你聯防狀態下是凹不出來的，相當於只是變成了一個對手綠衝輕攻擊之後的折。然而 OD 短劍的話，这是可以对策你的 OD 升龙的，但 OD 畢竟要2格鬥氣，不是每一次中拳之後呢，他都會用這一招。這裡就要觀察誰思路變化的更快了。但是新手局啊，千萬別怕，哪怕會被 OD 短劍扛過這招啊，也好過被他無限中拳按到死。等以後分數高了，再考慮更多的動態對策都是可以的。然後再補充一下，瑪麗莎的短劍和老桑的重拳是一樣的，會被有下段打擊框的動作打斷。如果遇到中拳後愛蓄力的短劍話，就可以無腦使用好鬼這種站輕腳的招，或者下中腳直接捅過去。這樣玩啊，一定會讓對手啊打個遊戲像便秘了半個月沒拉出屎一樣難受哈。然後我再挑一個很多新人都不好對策的無腦神招，毒蛇的 auto 重。第一個要注意的就是毒蛇的地震呢是下段判定，其次被防的情況下是-10的不利。這裡只需要按照現代毒蛇玩家出了下重拳就不管3721直接拉蹲就行。如果你的角色有小於10幀且合適的拳腳呢，就可以防住以後呢無腦狂按啊，也能確反對手。但是距離遠了的話啊就難說了，但依舊呢是他不利。這裡啊我推薦一個練習方法，我們在訓練房模擬出一個毒蛇一直狂按 auto 重的記錄，然後一直重複回放，可以練習下蹲精防，然後啊就可以深入一點研究啊怎麼更合理的打連段，基本上就能100%完美對策這些喜歡無腦 auto 重的毒蛇玩家了。那麼剛才我提到的這幾個招，沒猜錯的話啊，應該是許多新手玩家在新手局裡高頻遇到的賴招了。喜歡用這些招式的對手，往往都是想要一招先吃遍天，專打支持量低於自己的玩家。人家萌新好不容易下定決心要嘗試一下格鬥遊戲了，卻被這些腦幹缺失的賴招啊打得小臉通紅，心跳加速啊，讓我有點不太忍心啊。知道的啊是在打街霸，不知道的還以為哥們兒在網上給媽媽表白呢。一出房間面紅耳赤，回到客廳還要被爸媽問啊是不是剛看完小電影出來，怪尷尬的。沒事兒哈，你們禿頭哥啊懂你。除了剛才這些相對容易對策的賴招以外，我們再上強度。接下來啊提到的一些賴招呢，就需要你多花一些時間去練習，才能更好對策的賴招們。第一個，同樣從開服就自霸至今的迅雷腳。說到底，這個賴招其實也是專打玩家支持量不足啊。我們講講這個思路啊，其實可能在現在的版本早已沒有開服時候那麼強勢了，加上現在迅雷腳打康直接倒地，這就使得作為對手的我們在防守的時候壓力有一定幅度的減小，反而迅雷腳在往分數更高的地方呢，起到的是功能性的作用，並非在低分段啊各種中下折。這個功能性的作用主要是圍繞着連段或者打對手鬥氣使用的。然而在低分段常常就會因為對這招不夠了解，被各種中下啊頻繁命中，亂了整局的節奏，就很容易讓我們玩家做出錯誤的操作，從而讓 Master 坑啊有機可乘。那麼在新手局的對策中呢，我們只需要記住2個點：第一是聽聲音，只要啃出迅雷的時候呢，沒有喊出名字，在大多數的情況下呢可以直接熬。但是在高分一點的對局裡，啃的輕版迅雷會利用距離卡一個無法凹的位置啊，但是新手局不要管啊，只要不是喊迅雷，默認凹一般問題都不大。第二點呢是機械防守，我們用感覺去同步啃派生下段的那個時間，同步按一次中攻擊，這樣就能應付啃使用中段投你的情況。他派生下段我們防守，他派生中段我們就能確反。如何確反呢？取決於你的角色是誰了哈。啃的迅雷其實還有比較豐富的對策方式，我這裡只說最簡單好學的。機械防守的弊端呢，就是在我們快氣絕的時候呢，他會使用這一招去打我們的鬥氣。不過這種對策方式呢，已經十分安全了，沒有把握的情況下啊，不太建議大家使用攔防啊，會被投的啊，到時候更虧。那麼下一招，我把沙加特的走擊和虎襲一起說一下，尤其是現今版本的街霸6，高頻遇到沙加特玩家是遲早的事情。其中最讓人难受的是他的走擊和虎襲了，經常啊會被老沙玩家不經意間的虎襲打得措手不及，而且有些時候往往會因為自己蹲防習慣啊，搞得被他近身之後還有力加增啊，走擊就更不用多提了，权威6幀加2的招式誰不害怕呀？盡管這些招到了分高一點的对局裡也不太好完美的对策，為什麼權威呢？就是
是因為這種類型的招式對策是動態的，並不能完美的應對所有壓制情況。但如果你掌握了我提到的一些思路，我認為不僅能在更高的分數中防守壓力更小一點以外，面對新手局可以說是一點不慌了。我們先說火蜥，它的特性呢是打中蹲姿的情況下就不需要卡距離偷针就能拿到有利的帧数，所以應對這一招的其中一個條件就是要站立，我們就可以利用蓝防強制站立的特點，哪怕我們不是精防到對手，只要我們按出了蓝防，就能把对手有利的可能性縮小，並且你還可以預判对手的動作后，也能让对手出空，從而給他一套大缺反。這種一般是在中距離左右屬於新手局裡老殺高頻使用的賴招，10個殺加特玩家起碼有一半都是這樣來預判到了就狠狠缺反。然後走擊的話就要麻煩許多了我不講的太硬核直接上其中一個相對安全的公式。通常情況下老殺走擊你的時候呢，在第二次防住之後呢就直接后，並且在第二次走擊打出防禦特效的同時按下清拳，就能有效克制老殺常規的壓制手段，重新回到一個力回博弈的階段。如果我上面講的知識點你都複習到了，或許你也能明白其中的邏輯是什麼。彈幕評論交作業如果是對手綠衝走擊起手，在第二次走擊出防禦特效的時候呢，我們同步按頭，只要对手不是后打拆，我們就能應對綠衝後頭折打后和持續壓制的3種情況繼續彈幕評論交作業拆解的太複雜了，就怕搞成這個催眠視頻了，所以這個難一點呢就直接上結論我們在打冠軍潛力角色老殺的時候呢，保持這樣的防守習慣，就能一定程度減少我們在對局中的壓力。我相信在新手局的話，你練好這個防守思路幾乎是可以達到無敵的狀態吧。下一個我要分享的是無數新玩家一定極度痛恨的招式就是本田的頭錘和大作。頭錘被防無論如何都是-4，而且在距離合適的情況下，你還容易被對手後續複合摸到。大作落地被防加針，還能持續壓制，而且又不怕迸發。那麼對於現代模式的玩家們來說壓力可能沒那麼大，開局往那兒一蹲，時刻準備好前 SP 即可輕鬆破解。但如果使用的角色不同，或者你用的經典模式，你可以嘗試閱讀對手的習慣使用後跳進行對策。記住是後跳，在近距離的情況下，你使用直跳容易被对手的大作对空，尤其是使用波身角色非常好打本田的2-3招拉後發波就完事兒了。压起身大部分情況下都用头折或者打拆去循環，本田玩家會極度難受。例回中看到本田綠衝就大拳腳去截他他的綠衝速度呢其實很慢的，有足夠的時間去反應。壓起身的時候看到綠衝就直接新手局的本田誰還懂得綠衝按頭截停对吧？然後本田的大作沒有把握的情況下呢，就按一下藍防，然後把注意力放在对手下一步的動作，反應夠快的話可以直接後跳攻擊，距離合適呢還能接後續。本來新手局本田就只會這2招，頭錘和大作你也會對策了。例回上遇到道符系被各種波身打得近不了身，倒地被壓起身了，就面臨對手瘋狂頭折打拆。從此你遇到的本田玩家不再是那個讓你面紅耳赤的角色了，而是逗你開心的受氣包我說的這幾個點完全夠你爽到終端局了那麼接下來我要分享3個高手看了都搖頭的賴招，而且你們一定知道會有那個賴招會上榜。但是我先疊甲，我只提供適合新手寶寶的對策。有些賴招對策方式非常動態，需要根據對手的情況做出不同的變換，才能緩解一定程度的劣勢。我只說能在新手局提供幫助的知識點那麼第一招，即便是高手來了都要小心3分的剪刀腳附正，新手看了直接拉黑的28踩頭。在新手局裡，很多玩家使用剪刀脚就是為了騷擾你的進攻節奏。有些時候運氣好呢，摸到康可以接連段。在分數更高的对局裡，因為维嘉綠衝優秀的性能，往往在力回階段呢，对手會把一定的注意力放在截停綠衝上面。這個時候聰明一點的維嘉會綠衝取消剪刀腳，專打截綠衝的玩家，而且打中很多時候就是缺反康起手，壓力直接拉滿了。新手局裡被剪刀腳摸到，還要面對打頭和打後這些煩人的選項，甚至還有無腦重複下段剪刀腳的情況。這一招估計也打退了不少玩家吧，我自己呢也經歷過不少。儘管這個在命中之後的情況是一種動態的頭折，但是在前期我們可以用最開始对策大飛腳的思路和后去預防這樣的招式。為什麼難以應對呢？是因為懂一點的玩家會控制使用剪刀腳的頻率，在綠衝的環節中交替剪刀腳也能打破對手的防守節奏，而維嘉又是一個猜拳回報高的角色，這才使得很多玩家跟維嘉打的時候呢經常釋懷。但是新手局直跳和后以及觀察距離使用輕攻擊缺反都是一個很好的選項那麼維嘉的28K 這一招對策呢也比較好說，只要對手起飛了，我們就開始不停的戳1313，然後用肉眼去觀察是否朝向我們飛行，在即將落地的時候按下升龍就可以很好的对策了。而且你反應只要夠快，直接跳起來用拳腳截停也是一個十分不錯的選項。
下一招依舊是我們沙加特的另一個賴招虎式迅雷，他的迅雷輕版打中段，背防負5，可一旦命中就會造成一個負3的大不利情況。中段呢打上段，但是命中之後呢，不僅讓我們鬥氣損失嚴重，帧數上還是對手有利。重版就更不用多說了，背防有利，無視姿態。不過這一招呢動作比較慢，倒是比較好對策。這一招惡心的點就是不斷的中上折，亂你的防守節奏，打中之後回報也相對較高，加上對策方法呢需要較高的熟練度，甚至會因為網絡延遲受到影響，所以這一招想要很好的對策呢，就是一個十分困難的問題，搞得好像是一個完全五五開一樣。實際上我們可以通過在訓練房練習模糊防守，來提高防輕躲中的對策。我們在訓練房裡設置老沙派生輕中重，在頂膝之後木壓對手派生拉後，大約呢是鬆開下的指令7幀的樣子就能比較好的躲過這兩種情況。重版則是要盯對手後腳的動作按鍵，和前面的練習方式对立開，也是屬於動態對策的一環。而接下來呢就是不斷的練習，基本上就能緩解在這個賴招情況下的防守壓力了。它難就難在需要很高的熟練度去練習。新手局的話確實不太好應對這一招，但我覺得大家起碼要知道這件事情，等你哪天沉下心來了再去練習呢，逐漸也會熟練的。OK， 最後一個真正的神技，幾乎沒有人能夠做到完美对策的賴招。我疊甲就是為了鋪墊這個，那個就是不知火舞的扇子。我再疊一次附上海神合影和对戰錄像。早在8、9年前我就和海神親密互動且合影過了。丁神去年我也合影過，曾經也參加過我自己舉辦的線上賽。我做視頻從來都注重內容，而不是比賽選手。我平時也不愛參與與任何職業選手的討論，我就是一個純粹打遊戲的路人玩家。那麼我先簡單介紹一下，然後再分享適合新手的公式对策。扇子呢，因為有多段判定，與對手碰撞之後呢，通常情況下對手可以選擇多種情況壓制近身或者其他功能性的決策，包括但不限於前走拿位置、前走按招打鬥氣、直接下段限制走位順便打鬥氣、中段偷血、綠衝下段打後走、綠衝中攻擊持續壓制、綠衝頭拿機會、扇子落地前跳入、輕扇子打亂動、中扇子打位置和鬥氣、重扇子拿頭、反邊近身 OD 扇強壓或者 OD 扇強打鬥氣，或者利用扇子落地打中下，有 buff 的情況下強磨鬥氣，有 buff 的情況下強壓，对手虛損或者中距離的時候肆無忌憚的扔扇子等等。所以想要很好的对策這招呢是非常動態的，但是新手局中的扇子其實就很好應對了，因為對手也是新手，往往他不了解扇子還有這麼多的用處，所以 OD 扇子扔過來之後他的進攻選擇也沒有多少。這種我就用3種不同位置的情況做舉例：遠距離直接攔防，中距離防住直接後後，近距離看到綠衝直接下中腳或者輕攻擊複合升龍。這3招只要練好了，就能輕易破解新手火舞扇子的進攻選擇，剩下的只需要應對他其他的賴招就行。那還有一種情況呢，是高頻使用重拳複合扇子，這中間呢是有縫隙的，我們可以利用無敵技去化解，在對手殘血的情況下尤為有用。用多了呢，對手呢就會忌憚這一招，自然會減少一定程度的攻防壓力。至於其他賴招的話大夥兒還有更簡單粗暴的方法呢，可以積極補充更多的可能要去觀察一下對手的進攻習慣，來做出不同的應對方法了。那麼以上就是我為大家盤點了一下新手期我們經常遇到的一些賴招以及應對的方法。這一期我相信對大家來說是十分的有用，並且我又一次突破了我文案的上限再寫呢都要變成万字拆解了看在我這麼辛苦的份上呢，還請大家獎勵我一個小小的3連吧。同時呢也別忘了關注訂閱我的頻道，後續呢還有更多有意思的內容，大夥兒千萬不要錯過了喲。最後一個問題，如果我不是禿頭，你還願叫我一聲藝術家嗎？我是禿頭，一位草根藝術愛好者，我們下期再見 ，Adios。